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李沁又一部古装大剧来袭，造型飘飘欲仙，光看预告就心痒难耐。在金庸诞辰100周年时，能够看到武侠题材异军突起，佳作频频，属实是让人倍感欣慰。尤其是像少年白马、醉春风这样，即便阵容没那么强劲，也能在画风质感呈现以及人物还原度上做到顶级。不是按照 S 级的制作水准拍出来的古装剧，但也达到了 S 级的效果了。接下来还有不少武侠剧即将播出，其中本山大叔主演的《雀刀门传奇》的续作，大概率会在今年上线。将武侠与喜剧结合到一起，两种高难度元素，也只有在赵本山手里能够拍成精品了。不过看过了第一季、第二季原班人马回归，最具新鲜感的就是怎样将故事延续下去了。对于演员饰演的角色，以及将会呈现出来怎样的品质，已经能够预见了。相比之下，留足了悬念感的是另一部武侠新剧《七夜雪》，一个构建在武侠外壳里的情感故事，经典的悲剧设定，剧情吸睛，造型飘飘欲仙，光看预告就心痒难耐。极致浪漫的 BE 美学，温暖治愈的情感江湖。看七夜雪的故事，有种荡气回肠，久久不能平复的感觉。这部剧讲述了不羁剑客霍斩白曾瞬息饰演为友人之子求药，结识了药师谷主薛子夜李沁饰演的故事。在8年的时间里，各有执念的两人从针锋相对变成了惺惺相惜的知己，却又因各自背负的责任难言爱意，最终天人永隔。只看男主角的人设，就能感受到一股纯正的江湖味。他为了救治昔日恋人之子墨儿的病，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，取到了药王谷主薛子夜开给他的7味绝世药引。在此期间，他经历过魔教大光明宫排位第1的神秘杀手童。为了自己能杀死魔教教主获得自由，抢夺龙血赤寒珠，在打斗中双双重伤。即便如此，依然坚持了8年的时间。重情、守信、执着，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江湖侠士。只不过墨儿的病事实上是无法治疗的，薛子夜隐瞒了这一事实，为了所爱之人，甚至不顾惜自己的寒正贫弱之身，到处设法寻找疗法。纵使最终的结局凄美，但这场双向奔赴的治愈系爱情依然是唯美又浪漫的。而从整部剧的故事设定来看，《七夜雪》就是一部讲述关于执念和救赎的故事。霍斩白8年寻药，放下的是对自以为害死师兄的愧疚和遗憾。薛子夜因为霍斩白的出现，在揭开灭村真相、治愈阴霾的同时，放下了对故人的执念。最终的结局，霍斩白一生无法放下的执念，只有他深爱的薛子夜一人。但正是这种所有执念都可以放下，只有他放不下的设定，成就了这部作品极致浪漫的 BE 美学。男女主角刻骨铭心的错过，从开始就知道结局，注定无法相守的爱情。这样的生死虐恋，必然会给观众带来极强的心理冲击。先前国剧市场上也有过不少 BE 的作品，无论是彭小苒的东宫，还是任嘉伦、白鹿的周生如故，至今想起来都让人觉得心揪的生疼。这次七夜雪又要把 BE 美学推上巅峰了。李沁曾瞬息拍出人生剧，绝美古装太惊艳。没看预告之前，很难想象把李沁和曾舜晞放一起会是什么样的画风。但看完了预告后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，没有人比这俩人更般配的了。
由于近几年来的古装剧大多是采用一身白衣的服装造型，被大家戏称为丧葬风。但纯白色系的服化道放在这部《七夜雪》里，却是更有氛围感了。武侠剧不同于仙侠剧，不需要男女主角周身仙气飘飘，但女主身披白色披风，行走于白茫茫的天地之间，好一幅唯美又沁人心脾的画。天生冷白皮的李沁，在这种纯白带着点冷色调的雪景之中，衬得整个人气质更加清丽了。人物身处药师谷与世隔绝，修炼出了一身干净透彻的气质，成功被李沁具象化了。她饰演的人物本就不是侠女的设定，而是药师谷谷主，天生体弱多病，一身白衣掩盖孱弱身姿，瘦削的脸庞，可谓是把人物稳稳地立住了。曾舜晞饰演的则是一位武力高强的江湖侠士，预告中呈现了大量的高难度动作戏。与魔教中人打斗时，这场飞身下马、持剑对决的戏，足以让人感受到每一场打戏的力道。而曾舜晞头戴蓑帽，掩盖不住一双锐利如鹰隼般的眼睛，又把人物的强势演到位了。但褪去一身凌厉感，与女主在一起时的曾舜晞，又变成了一位翩翩有风度的温润少年郎，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少年感，看得人心都融化了。也正是因为两人在一起匹配度太高，以至于联想到两人最终的结局，只看预告就有种揪心的感觉。这也足以证明《七夜雪》这部剧选角选对了。而在这之前，李沁和曾舜晞也演过不少古装剧，但只有这部戏将两人的颜值和演技优势放大到极致，有望成为代表两人古装剧巅峰期的人生剧。看了《七夜雪》的预告，又一次感受到了实景拍摄的极致魅力。上一部采用实景拍摄，光是美景就震撼又治愈人心的是马伊琍、于是主演的《我的阿勒泰》。这一次，李沁、曾舜晞合作的《七夜雪》，看质感无异于是一部古装版的《我的阿勒泰》。虽然两部剧呈现的季节不同，但氛围感都很足，唯美的古装配上白茫茫的漫天飞雪，雪景的治愈力和冲击力都拉满了。这才是养眼的古装剧该有的模样。相比起那些绿幕拍摄在抠图的古装剧，《七夜雪》还没开播，优势就已经显现出来了。再加上吸睛的剧情和精准的选角，真正的古装剧天花板要来了。不知道这样的古装剧是否符合你的期待呢？